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哎呀，面具人说我前几天要去做手术，结果呢，因为身体查出来有炎症、气管炎和轻度的肺部感染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又不能做手术了，还得消炎，等身体好了以后，我才能做手术。哎呀，我这个常年宅在家里，没有好好的运动，身体确实越来越差了。真的，我都有点萌生退役了，少做点视频，多锻炼身体，对吧？反正我还有我的台湾美女助理主播嘛。如果以后你们看不到我了，可以看美女嘛。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她。我目前呢正在着重培养她。哎，好了，不扯家常了。到我退役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。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应该还是能支撑我做好长时间的节目吧，至少是做完今年没问题啊。咱们说主题吧。紧急提醒一下广州朋友啊，或者是你有亲朋好友在广州的，你们赶紧先买点吃的放在家里，然后呢找机会卖房子，把钱套出来跑路吧。广州马上要封城了，你们看上海封城封的是死去活来的。很多人呢被封在家里，好长时间都买不到饭。面具人我都觉得奇了怪了，那个啥病就是那个啥病啊！刚爆发的时候，武汉的封城也没像上海封的这么严重呀。更何况现在全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人均被插射了2剂好东西啊！因为和谐的问题啊，国外呢也是有言论审查的。我要是把那几个字说出来了，你们就看不到我这个节目了。所以呢，我只能用好东西来代替。你说这上海人在被注射了2次好东西之后呢，为啥还要封这么严格呢？按理来说，这个好东西是可以防止你感染什么那个啥的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人人都有好东西了，那就不用封城了嘛，对吧？可为啥还要封呢？为啥？等会儿面具人告诉你。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，还会继续来给大家讲一下。排除市场因素，我们该如何通过制定计划让自己的盈利概率最大化？这可是干货，你们听完了以后是对你的赚钱和保守自己的资产有大大的好处的。哦，对了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要提醒一下各位，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否则呢，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以及政治风险预警。你看，上海人、深圳人啊。如果说你们有在2年前、3年前看到了面具人的节目，那你这会儿已经不用被封城了，你这会儿都是在美国的海滩上、澳洲的海滩上晒着日光浴，吃着牛排，装着逼呢，对吧？何必落得现在被封城，在家里面连口白菜都吃不上？所以说呢，看面具人的节目不但能让你赚到钱，还能让你防止你的人生出现一些不可改变的损失。懂了没？一定要打开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。中奖人数依然是10人啊，中奖率很高。只要你多多的转发，多发邮件，这些 NFT 都是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哦。好，来讲正题，给你们来看几张图片啊，大家来仔细看这些图。上面写着突发全部关闭，10余省高速管控全部关闭。你们可以看图啊，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什么陕西呀、安徽呀、天津呀，所有的路段的高速都给封了。你们仔细看这地图上面的标记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那就是从南向北所有的路段，尤其是北京的周围啊，你们看好了，北京的周围的一圈，这些高速公路关卡全部都被围住了、堵住了，不让进。尤其是针对下方的南边，上街北京这些地方全部停，不让开车了。好，大家再回想一下啊，这次上海疫情的封城是不是超乎了极致的高压，超乎了各位的想象？还能这样封？而且呢，共产党这次封城啊，还派军队去了，那这就让人觉得有问题了啊！你说按理来说，这个疫情已经过去了2、3年了，然后呢，人人都有好东西了，结果呢，你还封这么严重，究竟是想干啥呀？
你们看，习近平一边封路严防死守中南海啊，不让去北京，一边呢又封死上海，不让上海的人出来。哎，那这究竟是为啥呢？看，北京不让进，上海不让出啊，中国就这两大阵营嘛，北京、上海。嘿嘿，有些经常看反共节目的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上海帮是吧？上海是江泽民江派反习势力的老巢。甚至呢，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反共人士啊，当然了，轮子系列除外啊，很多反共人士也都寄希望于党内反对势力或者是江派势力去反习，除掉习近平。如果说江派势力重新掌权的话，至少中国还能够回到原来的那种半自由民主的状态，人人还能有点钱赚，有点生意做，怎么着也比红色贵族治国的这种皇权奴隶体系要好得多，对不对？平民始终当奴隶，永无翻身之地。不过呢，面具人，我觉得不管是习近平还是江泽民，谁把谁斗败了，和屁民们关系不大。哼，你们想想嘛，习近平的位子他能坐得这么稳，比我这只鸟躺平了还要稳啊，和他给了公务系统无上的权力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，是绑定的。你们看，现在整个中国的官僚系统裙带关系已经庞大到了史无前例了啊！谁家的这个什么小官员呀、公务员呀啊，都能扯出来七大姑八大姨。而且，越是往权力上层走的啊，不但是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，还要扯什么红色基因、红色血统，对不对？那在这一层裙带关系的连锁之下啊，那这些人肯定是相当维护习近平的。他不维护干啥呀？都是自己的饭碗，他为啥不维护习近平？哼，因为习近平搞的这个皇权制度可以最大化权力阶层的利益。哼，你站在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上去考虑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帮一群奴隶推翻我现在的事业呢？我为什么要帮一群奴隶推翻我现在的饭碗呢？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是奴隶主，你也可以思考一下，我为什么要把我的钱、我的权利分给奴隶呢？啊，为什么？所以说呢，你要是指望什么党内斗争呀，什么党内有些有良心的人跳出来反袭呀，解放人民呀，这个概率有没有？有啊，在西方可能这个概率大一点，在中国呢，这个概率也有，只不过是非常的低。所以说呢，寄希望于奴隶主来解放奴隶，这不科学。那听到这儿，各位你们应该就能想明白了，不要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，你的命运只有在你手里掌握，能改变你命运的人只有你自己啊。可能你会遇到伯乐，可能你会遇到有缘人，但是这些有缘人，这些机遇也是要靠你去创造的。咱们来看嘛，现在上海人被封城很惨是吧？但是你再回想一下，上海人之前炫耀他们在上海的房子值钱，有几百万的房子，对吧？生活多么的好，上海人还瞧不起外地人。现在呢，现在成了笼中鸟瓮中鳖了。他们口中所谓的那些黄金屋，现在不但卖不掉，还直接原地变监狱了。花了几百万买了一个画地为牢。各位可以算一笔账啊，你算算上海有房有车的人，哪个移不起民，哪个走不了？大到投资移民几百万，你觉得贵了，没那么多钱，对吧？是，行，技术移民呢，20-30万人民币总该有吧？包括那些上海的小商小贩开店的，应该也能挤出来个20-30万去移民吧？搞什么技术移民呀，搞什么一些别的渠道特殊渠道移民，总之花不了多少钱。面具人我懂这些啊，可是呢，你看这些人就是不走，然后呢，自己的房卖不出去，变成监狱了，自己的店也开不下去了给你把店封了以后，房租还得照交，把你们这些人活活给憋得死去活来的。店开不成了，倒闭，倒闭就倒闭，倒闭刚好，以后变成共产党的供销社，对吧？就这些人还要爱国，他就是不走，他们选择爱国，所以呢，
他们就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。这人呀，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其实炒币也是一样的，赚了亏了都是你自己下的决定，明白没 ？OK， 面具人，我来教你们一招啊，可以最大化的降低你大亏的概率，增加你赚钱的概率。你可以这样想啊，我之前说过，前面几期节目都给大家详细的讲过了，包括我在会员群里面还有更详细的课程。那就是你要把资金分为长线和短线两份，对吧？并且呢，不要始终的去投一个币，这个我讲过了啊。还有不要乱投项目币，这个东西没给大家讲过。其实这个话题很敏感，因为这个话题一旦讲出来了，就有些断那些土狗项目方的财路的嫌疑了。唉，但是呢，为了广大韭菜们投资的安危，我可以给你们透露一点。当然了，更详细的我在会员群里面早就透露过了。为啥不要乱投项目币啊？你们仔细观察，很多项目币啊，一旦下滑下跌，基本上就是一个高峰拉起来，然后呢下来，啊，一浪比一浪低啊。基本上一开始追高的那些人都是被一波带走的，给埋下去了，成了高位冤魂。它涨一波高浪，然后一直跌，跌到什么时候呢？跌到接近归零为止，对吧？而且这种跌势啊是止不住的，而且很难逆转的。这种跌势一旦形成，它是绝对很难突破前高的。你们可以看一看，很多项目币都是这种走势，一波拉高，然后呢一直跌到非常颓势，接近归零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么多币都是这种走势呢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来，面具人，我给你们揭秘，因为项目方的币是零成本的。项目方的币是零成本的，给我记住，再跟我念一遍，项目方的币是零成本的。你们看啊，这个币为什么会有一波大高峰？因为项目方他加池子，他往里面放钱了，所以呢就会出现一根绿线拉到天上这种壮观的走势。然后大家可以算一笔账啊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这个项目方来造一个大涨的趋势啊，加池子把这个币就像鱿鱼游戏一样啊，一天涨2000倍，对吧？我不说那么夸张，我就说把这个币从1块钱拉到50块钱。我告诉你，项目方做完了这个流程以后，就注定了项目方他就立于不败之地了。为啥？很简单，他把这个币拉高了50倍。但是呢，它的币是零成本的，写个什么智能合约呀，搞个什么一键发币呀，网上多得很，还有那种自助工具，让你自己几分钟就能学会发币了。这种东西是零成本的，随便一个人就能敲敲键盘发个什么几百亿、几万亿啊、几千万的什么这个币那个屎啊，乱七八糟的，什么屁眼币呀、兔子币呀、拉屎币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什么币都行，你想怎么发，想怎么叫都行，你哪怕发一个习近平币呢，啊，都行，敲敲键盘的事儿。他把这个币从1块拉到50块，然后他去营销，让你看到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觉得啊，这个币涨得好猛，有买入的前景，有升值的前景，然后呢，你买进去了，你是50块钱买，那么项目方就可以直接用他的零成本的币抽底儿，把你给埋下去，等于说他是用0毛钱把你的50块钱给置换出来了，然后呢，他把他自己的池子给撤出来了，而你呢，就变成了他池子的一部分。在这个置换的过程中，肯定会有折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就算是有散户跟进去了，买到了，赚到了一点钱了，但是这种利润远远不足以冲抵项目方零成本套人家50块钱的利。听明白了没有？而且呢，项目方在加池子的过程中是几乎不会泄露信息的，能买到币的都是他们自己人。所以呢，你的钱就被砸下去了，所以呢，整个 K 线盘子就被砸下来了，而你呢，就越砸越低，成了沉底资金。这就是项目方为什么稳赚不赔的原因。
好，我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些项目币都是一波拉高以后一浪比一浪低？为啥？因为前高已经被砸下来了，前高加池子的那个大阳线的资金已经被套走了，现在剩下的池子里面的沉底资金是追高的那些人被砍下来的钱，明白了没？那些钱跟之前的池子里面的钱相比会少一些。所以呢，价位变低了，但是呢，它也很难拉上去，因为前高被砸下来了以后，你在这个时候再去拉盘，拉到了接近了那些上面冤魂的解套价位的话，换作是他们，或者换作是你被套了，然后呢，接近解套价位的时候，你也会撤走资金。那在你一撤走资金的这个过程中，盘子就又被砸下来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浪就很难突破前高，因为它一接近前高以后，别人就会撤走资金解套，那么这个浪只能是一浪比一浪低，明白了没？而且呢，不管是它一浪比一浪低，还是一直归零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项目方始终是可以继续无本套利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盘子啊，它不但是一波带走，很难涨回去，而且呢，在这整个的下跌过程中，项目方始终都是可以无本套利的。听明白了没？因为项目方手里面有无穷无尽的零成本的币。你别听什么人说啊，这个项目方他的币是有限的，或者说什么锁池子了啊，不增发之类的，那都是哄傻逼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币所有的程序、所有的代码都是他写的啊，能不能增发，他心里面清楚。他手里面有多少零成本的筹码，他心里面清楚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币它不管涨还是跌，项目方都是能套利的，它是800%赚钱的啊。那听到这儿了，各位你们应该能明白，大部分的盘子都是一波拉高，然后一直跌，把你一波带走，很难涨回去。为啥？因为上面的冤魂太多了，而且呢，在这个中间，项目方还一直零成本套利。那听到这儿，你们应该能够明白了吧？以后买币的时候，尤其是单个的项目币，是不是一定要谨慎了？你买链币还好说，链币一旦下跌了，还有可能涨回来。可是项目币啊，一旦下跌了就废了，就完蛋了，就死翘翘了，就嗝屁了。那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风险出现呢？面具人说了这么多问题，那我们应该去解决这种问题啊。来，你一定要记住，那就是在你买币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好，在你买的时候，在你下手之前，你要想好，你想赚多少，你能接受多少亏损。比如说赚5%、10%，亏5%到10%，一定要想好，头脑清醒，大胆下手。一旦决定了，坚决不能改。尤其是项目币，项目币你觉得亏损了，亏上5个点、10个点，甚至15个点、20个点，到了你的止损位了，你就坚决的离场，不要再想，去幻想它还能涨回来，怎么了？不要，赚钱的机会多了去了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只臂呢？对不对？你就离场，离场了以后就千万不要再回头了。不要看啊，你亏了15个点，然后呢，它涨回来了10个点了，你心有不甘，你又追回去，追回去以后又跌10个点，等于说你亏了25个点。听明白了没？一定不要背弃自己的投资计划。你自己做投资的时候，每笔交易的买点成本全部都要记好，到了止盈点或者是止损点，直接就卖，不要犹豫，要遵守对自己的投资承诺。否则呢，你看涨了5个点，你还想赚10个点又加仓，涨了10个点了以后，你又想赚50个点又加仓，然后呢，它一旦下跌以后，你的风险是随着你的加仓的多寡而增高的，明白没？追涨加仓是会几何倍数的增大你的风险的。一旦下跌了，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为什么你会什么都没有呢？因为你违背了你的投资承诺。那违背承诺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，这个道理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懂。所以说呢，做人呀一定要诚信，
尤其是要对自己诚信。链币你可以回头啊，你可以把你的止损期待稍微设高一点。项目币呢，就算了吧，一旦下跌个5到10个点，最多15个点，你就跑。听明白了没？为啥？因为99%甚至是99.9%的项目方都是奔着割韭菜来的，明白了吧？目前整个市场环境就是这样啊！你在币圈骗人割韭菜，你可以不用负责任。所以呢，这也就直接体现了人性的恶与贪婪，人相食。真的，人性本恶啊！我能割韭菜，我能坑人，我能骗人，我何必去挣那种下苦的钱呢？这也就导致了靠谱的项目方真不多。币圈嘛，大家都匿名啊，你骗我，我骗你，骗你就骗你，骗你你能把我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啊，在币圈的投资者当中啊，分为2大类。小白都喜欢冲各种各样的土狗，听什么社群消息呀，吹个牛逼，什么1000倍币、100倍币呀，涨几十倍呀，有内部消息呀，然后就梭哈进去了，一下把自己的钱都打进去了。而面具人我呢，包括面粉们呢，我们这些老司机呢，看市场行情不好，也没什么好的项目币，那么我们就去玩，在玩土狗玩家食物链上一层级的链币。为什么链币是土狗上一层级的呢？因为所有的土狗都要依托链币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土狗，你不管是转币、卖币还是买币，你全部都是要用链币来做 gas 费的，明白了吧？那在这种情况下，链币它出现一波带走、一波崩盘的概率就很低了，除非整个生态全部死翘翘啊。当然了，也不是说项目币不能玩，你像去年的 AXS， 包括很多项目币，它都涨了几倍甚至几十倍。但是这种项目啊很少，你一年能抓住1、2个、2、3个就已经是很牛逼了，明白了吧？一年有一个龙头，一个这种能涨几倍、几十倍的币，能让你抓住了，就太牛逼了。抓住一次，你都有可能改变命运。但是呢，不要心沉，不要贪，听明白了吗？我们目前没有好项目的话，就只能玩保守一点的链币，除非有靠谱的好项目方，我们可以冲一冲。这几天呢，面具人的传奇项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的会员都已经开始布局了啊！别急，面具人接下来的项目会让你们看到今年的行业变局，什么叫做新概念，什么叫做牛逼。想跟上的，或者是想要跟我学习币的操作思路，包括拿到一些精准的进场点位的，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好运啊！当然了，你们也可以去加那些什么冲锋群呀、信仰群呀、画画群呀，嘿嘿，祝你好运。再说一遍，祝你好运，拜拜。